为什么美国的政客们就是不喜欢说人话？在1910年的纽约，台上的议员们穿着燕尾服，张嘴就是晦涩的拉丁文、冗长的法律嵌套句，以及诸如就上述条款而言，这种让人昏昏欲睡的废话。而台下的老百姓是听得一脸茫然。很多人以为这是因为当时的政客多是律师和法官出身，习惯了咬文嚼字，但实际上这就是他们刻意为之。在1910年的纽约，政客们不说人话，基本成了潜规则。当时控制纽约整个政坛的是一个有黑帮性质的坦慕尼协会，他们非常害怕透明化。如果一个政客在台上直接说：“亲爱的百姓们，我们要拿你们交的税款去把我小舅子名下的那条破路修一下”，台下的老百姓绝对会直接冲上来把讲台砸了。但是如果他稍微包装一下，为促进本州基础设施之完善，特提议向具备资质之承建方多付专项拨款，台下的老百姓听着就感觉这货很有东西，很专业，反正我也不懂，全凭大人们做主。直到一个叫富兰克林·罗斯福的小伙出现，怼着坦慕尼协会的政客们贴脸输出。1910年，纽约达切斯县这个地方堪称共和党坦慕尼协会的铁王座，民主党在这里连输了32年，坟头草都换了好几茬。眼看又要大选，民主党的大佬们愁了，应该派谁去送死呢？这时候他们在华尔街的一家律所里看到了正在打杂的28岁阔少富兰克林·罗斯福。这小子姓罗斯福，他远房叔叔西奥多刚卸任总统，自带顶级流量 IP。这小子还贼有钱，正好让他给党组织输点血。大佬们拍着罗斯福的肩膀说：“年轻人，去历练历练吧，我们都看好你哦。”结果罗斯福不仅答应了，还反手给大佬们整了个科技震撼。当时的政客拉票都是坐着马车找个广场干巴巴的念稿子。罗斯福嫌这太没有辨识度，直接花重金租了一辆极其风骚的红色麦克斯韦尔敞篷汽车。这车连个门都没有，引擎一开，轰隆作响，在乡下坑坑洼洼的土路上狂飙，沿途不仅吓飞了无数马匹，更把十里八乡的农民全招来看热闹了。大家像看外星人一样围观这位哈佛少爷。罗斯福的流量瞬间拉满，选区里全是常年和泥巴打交道的农民，他们最烦那种满嘴废话的政客。罗斯福非常会来事，他干脆把哈佛教的那套精英语法全扔掉。他跟农民握手，不聊美利坚的宏观经济，聊着破乡村公路再不修，你们的猪怎么运得出去？聊今年苹果收成如何？当对手还在用复杂的长难句给自己催眠时，罗斯福已经熟练掌握了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的精髓。老农民们一听乐了，这小伙子虽然是个有钱少爷，但他居然说人话。1910年11月，计票结果出来，民主党大佬们手里的雪茄掉了一地。罗斯福不仅没当炮灰，还以绝对优势打爆了共和党老将，把这个32年的铁票仓直接翻蓝。28岁的罗斯福人生首次迈入政坛。当时纽约州议员的工资不算高，一年仅有1500美元，大家都是来首府租个廉价单间凑合。罗斯福直接砸下每个月400美元的重金，在议会大厦旁边租了一栋3层豪宅，把老婆艾莉诺和孩子们全接了过来。此时的纽约政坛被一个叫坦慕尼协会的黑帮死死把控，老大叫查尔斯·墨菲。1911年初，墨菲像往常一样内定了一个叫蓝眼睛比利的人去当联邦参议员，准备让州议会组个过场投票通过。就在所有人都准备举手赞成的时候，坐在后排的新人罗斯福突然站了起来，表示我反对。随后他带着20多个同样对黑老大不满的年轻议员，天天躲在罗斯福租的那栋豪宅里开会，吃着艾莉诺准备的雪茄和点心，死活就是不给坦慕尼的人投票。这场拉锯战硬生生把纽约州议会逼停了2个半月。黑老大墨菲气得快吐血了，断资金、发威胁，什么招都用了，但罗斯福就是油盐不进。最后黑老大认怂，被迫换了个相对干净的人选。这一战直接把罗斯福捧上了神坛，全纽约的报纸都在头版惊呼，一个29岁的政坛菜鸟单枪匹马掀翻了纽约坦慕尼教父。如果罗斯福只会搞政治斗争，那他顶多是个刺头。在当州议员这2年，他其实已经开始偷偷内测后来拯救美国的罗斯福新政了。他跑到劳工委员会，不念枯燥的法条，而是声情并茂地讲述采石场工人怎么被砸死，童工怎么被机器切断手指，强硬推动了工厂安全标准立法。他主张对铁路和电力公司进行价格管制，不让巨头随便涨价割老百姓韭菜。作为一个从小在森林里打猎的自然系男孩，他力推哈德松河谷的森林保护法案，谁敢乱砍树，他就跟谁拼命。而在当州议员的期间，小罗斯福观察到一个人，他叫伍德洛·威尔逊。此时他当选了新泽西州州长，他曾经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。当时的罗斯福不仅在政治主张上疯狂向威尔逊靠拢，甚至连神态、发型都在不自觉地模仿这位学者州长。罗斯福到新泽西州做了一趟旅行，并且拜访了久闻大名的威尔逊州长。威尔逊当时55岁，罗斯福发现州长的一些思想简直就是他自己的想法。现在经过州长智慧的提炼，这些想法立刻变得异常的清晰明确了。于是他决定拥护威尔逊做总统，他觉得威尔逊将会是个有伟大前途的人，他是那种愿意为理想献身的人。